電影《給阿嬤的情書》在馬來西亞火了，上映半個月，票房突破1500萬令吉，刷新馬來西亞中文電影的票房紀錄。上映前2天就有8.5萬人次觀影，相當於馬來西亞773萬華人裡每100個人就有1個人走進電影院。但是真正打動我的不是這些數字，是散場時白髮蒼蒼的老人坐着輪椅，拄着拐杖。有人說把家裡壓箱底的老喬皮揣在懷裡進了場，還有人說自己一輩子都沒進過電影院，但是這一次來了。一部潮汕方言電影在馬來西亞讓幾代華人感動落淚。我們一起來聽一聽這些看完這部電影的馬來西亞華人，他們都說了什麼。阿媽卡媽，你知道最近有個電影叫《阿嬤的情書》吧？我看了特別感動，裡面有很多下南洋的故事，我看了都感覺特別的熟悉。我本身就是馬來西亞第4代華人，祖先就是惠州客家人。我的祖輩來這裡賣過麵、割過膠，一步步落地生根，才有了我們。我剛來中國的時候，很多人就很驚訝說：“哎，你為什麼可以說中文？”我那時候就覺得很奇怪，因為華語是我們從小就覺得理所當然的東西，而且我們的祖先真的很厲害，他們寧願坐牢也要在馬來西亞辦華校教華語。所以其實我看電影之後，我真的覺得很感動。我發現中國很多人其實並沒有忘記我們。這部電影拍得很細膩，很細膩，好像下南洋就是一件普通日常的事情，結尾很美好，日子過去了，大家都安靜平軟地過着自己的生活。但我們其實都懂，當時候下南洋背後有多少苦痛，我們祖輩從來不想離開家鄉。下南洋過番，其實每一步都很艱難，即使到了南洋，做的也是最苦最累的活。好在所有的付出都沒有白費，我們在南洋扎根，心裡從沒有忘記祖國。抗日戰爭，馬來西亞捐出過10幾億的軍費，不管身在天南地北，我們華人的血脈文化情懷永遠一脈相承，鄉愁不改，根永遠在中國。這份文化與家國情懷也會在我們一輩一輩的身上一直傳承下去。這是一位第4代華人，他說了一件很小的事情，但是讓我想了很久。他說剛到中國的時候，經常被人問你為什麼可以說中文，他覺得很奇怪，因為華語對他來說是理所當然的。可我想說，他覺得理所當然，恰恰是這件事情最不理所當然的地方。在馬來西亞，華語不是官方語言，它沒有被保護，甚至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是被打壓的。華文學校得不到資助，華人子弟讀華校就意味着放棄進入國立大學的機會。馬來西亞華人到今天還能夠說流利的中文，是因為他們的祖輩做了一件事，他們在自己建學校。從19世紀開始，馬來西亞華人自己出錢辦私塾、辦華校，沒有教材就從中國運，沒有老師就從中國請。馬來西亞獨立後，華校被邊緣化，他們就靠捐款來維持運轉。直到今天，馬來西亞1200多所華文小學，60多所獨立中學，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依靠華人社區的捐款來維持。馬來西亞的華人之所以能夠流利地說中文，其實是祖輩用了幾代人的堅持換來的。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第2位馬來西亞華人的分享。作為一個馬來西亞第3代的潮汕華人，看了《給阿嬤的情書》這部戲之後，我終於 get 到什麼叫自己人幫自己人這句含金量了。因為我以前很不解，為什麼我爸爸在現實生活中根本見不到我中國的親戚，但是還是可以每天早上跟中國親戚打電話，然後了解他那一邊的生活，甚至以前第一次見面的時候都是你根本沒有見過的那一種。我們要怎樣一直保持聯絡下去？這個也是我很疑惑的東西。然後我們這一代人呢，聽很多下南洋這個字，但是其實我們一直感受不到，因為我們只知道下南洋要賺錢蠻辛苦的，但是沒有那種
種感受。直到這一部戲，它其實裡面還是蠻細膩的展現出來下南洋這個詞，它慢慢的具象化，我們可以看到它真正的樣子。像講潮州話、講自己的方言這種東西，我以前是很無感的，因為我自己本來就不會講。直到其實我真的來到中國之後，我才懂大家共同的那種方言，它的含金量有多高。那部戲裡面就有提到講丟九囊要幫丟九囊了嘛，就因為你是潮汕人，我也是潮汕人，我即使跟你不認識，沒有血緣關係，我只要有能力，我都可以把我的錢，我能幫的我都可以幫你。你知道這個在當時候是多麼難能可貴的事情嗎？我會覺得這部戲很好看，是因為他們全程大多數80%都在講方言，也就是潮汕話，就好像隔空在看我家人講話這樣的感覺啊。因為語言其實對我們這個自身自我認同的一個塑形是很重要的，你知道嗎？他們把調皮這個承載體變得很浪漫去，承載了很多的責任。這個調皮是人跟人之間的一個寄托跟信任，還有情懷。所以我覺得有時候電影它的魅力就在於有一個故事情節出現之後，在書上看到比較煩悶或者比較白、比較硬的東西，它可以用很軟的東西講出來。這個電影真的太好看了。但是我要講，它劇情不是那種反反轉轉，會不會有很大的轉折？我覺得不需要有這些東西，因為它本身的內容就很有意義、很有價值啊。你用心去看，我是覺得它很有意義啊。畢竟自己人也要幫自己人嘛 ，right？ 所以請大家真的有空真的去看，而且我跟你們講，一定要看潮汕話的版本，更有那種親切感。Let's go， 丟九囊，嘎吉囊，嘿呦嘿呦。這個視頻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句話，我不理解為什麼我爸爸每天都要打電話給從未見過的中國親戚。他說看完這部電影他懂了，尤其是電影裡的潮汕話，他本來對方言是沒什麼感覺的，但是那聲音一出來，他說好像是隔空在看我的家人在講話。這句話特別打動我，因為方言這個東西它不是用來懂的，它是用來感受的。你也許不會說，但是當你聽到的時候，你的身體會告訴你這是家的聲音。尤其是在當年的南洋，一句鄉音它就是一張安全網。你到異鄉舉目無親，能幫助你的不是政府，不是銀行，是那個講同一種方言的人。所以在那個年代，潮汕人幫潮汕人，福建人幫福建人，客家人幫客家人，不是因為血緣，是因為彼此都明白對方的不容易。這種信任網絡是華人在南洋活下來、扎下根的關鍵。我們再來看第3位華人的分享。這拍的有點保守了，在馬來亞、印尼那邊，那個年代被歧視、被排華更加慘。你係咪馬來人？馬來人係啊。你識唔識潮汕話？老爺波河路冇數計。咁得啦，我帶你看一部今年中國最好看的電影，沒有之一。給阿媽的情書啊！喂，唔係喎，我哋兩個南洋老狗睇愛情片啊。它看起來名字是愛情片，但是其實講的是你阿公啊下南洋那個年代的故事。應該很好看啊！我阿公阿媽也是下南洋。哎呀，碌柒做咩？唔記得拎紙巾添。攞紙巾做咩？驚你喊啊！黐線嘅！嗱，等陣邊個喊邊個請食宵夜啊！我都唔信你。歡迎平安高大準備來啊！對了，不是叫馬來西亞嗎？怎麼叫馬來亞呢？馬來西亞獨立之前是叫馬來亞。這拍的有點保守了，都放火了喎，還保守啊？在馬來亞、印尼那邊，那個年代被歧視、被排華更加慘。全世界的華人都一樣，在那個年代，哪怕被打壓，都要偷偷的在學習中文。這些都是真實的信件來的。是啊，這個信我有看過，我阿公以前有收過，很久很久才收到一次。看到裡頭都哭了。什麼呀？那個年代下南洋的，不只是潮汕、福建的也有。有一個阿公啊，19歲來了馬來亞，直到他去世了，都沒有見過他中國的老婆。阿公阿媽，他們也是從福建下南洋，他們真的是很勇敢。其實啊，福建啊、潮汕啊，還有台灣省啊，都是同宗同源的。我冇人講嘅，我好像是小鄉嘅。雖然我是馬來西亞人，但是這一部電影呢，也讓我想起我的阿媽。她們都是偉大的女性，讓更多的華人華僑了解這個歷史。全球華人一家親。第3位朋友很直白，他說拍得保守了。
在馬來西亞、印尼那邊，那個年代被歧視、被排華更慘。這句話就讓我去查了一下歷史，我就發現真實的歷史確實是比電影更加的殘酷。在那個年代，華文學校被關閉，私下辦學是要冒很大的風險的。在種族衝突當中，有的華人社區遭到了重創，有的家庭被迫離開了扎根多年的土地。所以他說保守了，真的不是隨口一說，他們的祖輩經歷過比電影更苦的日子。但也正是因為如此，他們才更加珍惜今天能夠大大方方講華語、辦華校的日子。就像第一位女孩說的那樣，那是祖輩用命換來的理所當然。3個馬來西亞華人的故事也讓我想起了我自己的來處。我出生在中國海南島，這裡也有很多下南洋的故事。海南人把下南洋叫做呼環，有句話說怕死不來翻。當年能夠從小島走出去的都是不怕死的人。海南文昌有一個縣，海外的華人華僑有120多萬人，比留在本地的還要多。我小時候就聽老人講，誰家的阿公去南洋了就再也沒有回來，誰家又是靠着僑批才活過最艱難的那幾年。所以今天聽到他們說我們從來沒有被忘記的時候，我覺得那不是客套，是因為在我的家鄉也有大多數人在等一封永遠都等不到的回信。說實話，我在寫這篇稿子的時候，我查了很多的資料，越查越覺得我們真的是欠海外華人一聲謝謝。謝謝你們在異國他鄉守住中文，守住方言，讓中華文化在海外落地生根。也感謝那些在中國有難時挺身而出的海外先輩與同胞，這些情誼我們不該忘，也忘不掉。我是小賢，你去看過這部電影嗎？你的祖輩有下南洋的故事嗎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。我們下個視頻再見。